大王叫我来巡山呐，一儿游，一儿一儿游，抓个和尚做晚餐，一儿游，一儿一儿游。一身红衣的盛长欢哼着歌，带着龙虎山的土匪手下，扛着野猪一家回山寨了。一只脚刚准备踏入钟永堂，却听见里面有人在哭。18年前，奶娘偷偷把我和盛长欢调换了。盛长欢是奶娘的女儿，我才是大当家你的亲生女儿啊！娘，盛长欢偷走了我18年的人生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盛长欢内心起了个问号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我成了真千金中的假千金？这么狗血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被赶出山寨，穷苦潦倒一生？不对呀，我明明是胎穿到娘亲肚子里的，跟龙凤胎的哥哥一起出生，我就只不过比哥哥晚了半炷香生出来，我就当了妹妹啊！哼，找死！盛长欢直接踹门而入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我是假的，我就是假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这狼窝就是你的归宿。我当然有证据，我今天早上偷听奶娘说话，她为了一己私欲将我们2个调换，你才是鸠占鹊巢的假货。这些年她处处关心你，对我却动辄打骂，我还以为是我做错了事惹她生气，没想到我根本就不是她亲生的，她当然对我不好。住口，不许胡说！不待盛长欢继续开口，奶娘冲了进来。你是我10月怀胎生的，生来就是个丫鬟命，遇到小当家这么好的主子是你的福气。娘平时对你是严了些，但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就因为我骂了你几句，你就怀恨在心，不仅要报复我，还迁怒到小当家的身上。你这该死的丫头！你根本就不是我娘，你个老货，休想再让我听你的话！你敢打我，我娘亲和大哥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个小贱货，你看我不打你！两人厮打起来。盛长欢内心点，忽然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哦，嗑瓜子的声音响起，盛长欢点头。啊，这才对嘛。一转身，发现嗑瓜子的人正是自己的亲娘和龙凤胎哥哥。2个人怡然自得地坐在老虎椅上看戏。看来我白担心了，娘和大哥这副模样，分明就是早知道内情了。妹妹，快点儿！龙虎山少当家盛怀远抓了一把瓜子到妹妹手上，一家3口津津有味地看着奶娘和翠香互撕。嘿，翠香，平时让你多跟着我们去打劫，你不愿意，现在好了，打架都不会打。你娘打你脸，你就打她下3路啊，客气啥？奶娘你倒是老当益壮，指甲比刀还锋利。不过你把你女儿脸毁了，她以后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胡说，我亲娘是大当家，才不是这个老货。要不是这个老货把我和盛长欢调换了，我这10几年怎么会沦落为丫鬟？虎章，你要是再对我不敬，我就让我亲娘把你赶出山寨，活活饿死你！哼，以后我就是龙虎山的小当家，虎杖一介丫鬟，哪里配来教训我？你也不看看你长啥样，也好意思冒充大当家的女儿？塌鼻梁，吊梢眼，笔杆身板，跟奶娘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小当家威猛高大又俊俏，葡萄一样的大眼睛，香喷喷的脸蛋，谁看都知道是大当家的女儿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奶娘确实换了孩子，不过我虎杖机智，把小当家和你又换回来了。
行吧，有虎杖在，都不需要我出手了。行吧，有虎杖在，都不需要我出手了。娘，断手还是断腿呀？在大雍巢出生后，我盛长花还没吃过亏呢。要是不给奶娘和翠香一点教训，那岂不是什么人都能骑到我头上？我龙虎山小当家的威名还要不要了？打断腿，再丢去喂狼。盛清河轻笑，捏了捏女儿的脸。要是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来，这个娘也白当了。毕竟当年挑中娃娃的爹，就是看她长得高大貌美，一看就是生孩子的好种子。把兄弟们都叫过来，让他们看看背叛山寨、谋害当家的下场。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虎杖胡说八道。娘，你要信我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娘，我不可能，当年如果虎杖说的是真的，那这10几年我疼爱的小当家就是真的小当家，而我错磨的翠香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大当家，留我一命，我有话要说，事关当年换孩子的真相。奶娘拼命的挣扎，对着盛清河拼命的磕头。哼，害我女儿的人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娘，且听听他要说些什么。他要是敢撒谎，哼，就不是断腿喂狼这么个死法了。到处有人用我全家的性命威胁我，要我把大当家的孩子给换了，我也是被逼的呀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用我的命去换小当家的平安啊。那人是谁？我也不知道那人的身份啊。那个人蒙着脸，我也看不到他长什么样。对了，他右手为指断指，听口音是京城人。奶娘，你不老实哦。你就跟我说说，那人给了你多少银子？咱们都是土匪，你一个人独吞，不好吧？奶娘只觉得头皮发麻，后背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哎呀，姓盛的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说，奶娘被盛长欢直视，嘴巴不受脑子控制，没有丝毫隐瞒，把当年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。娘，看来有必要去京城一趟了。娘，妹妹说的对，京城之行势在必行，龙虎山需要您坐镇，此番就由我和妹妹带着一些兄弟悄悄进京。行，你们兄妹俩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报！大当家、少当家、小当家，报！大当家、少当家、小当家，有人送来一封信。哟呵，来活了。盛长欢接过信，可看到信上的字时，盛长欢差点没翻白眼。又一个上赶着挖野菜的王宝钏啊！进龙虎山的一座破庙，一群人在躲雨。坐在花轿中的新娘捏紧了帕子，一阵烟气飘过来，躲雨的喜娘、轿夫等人晕了过去。你就是给龙虎山写信的人？哼，敢给龙虎山写信求合作，胆子倒是不小，只可惜呀，这份胆子都是为了男人。是我。想要跟我们龙虎山合作，这价钱可不便宜哦。我明白，这1000两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会如约把另外的4000两奉上。我们龙虎山的规矩，全票哦。土匪就是土匪，看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江洛清一咬牙，把剩下的4000两银票一并给了出去。江小姐，请。从现在开始，龙虎山打劫你们江家花轿的消息会传去京城，祝你和你的情郎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。还不如不孝，怪瘆人的。站在破庙门口，
看着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前来把江若清接走，盛长欢啧啧有声。唉，又是一个千金大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故事。不过大雍巢的野菜多，也够这位江小姐挖上一阵子喽。就是不知道等野菜挖完了，这位江小姐是不是要后悔呢？不过这是别人的私事，他这个外人不会去干涉。妹妹，你不觉得这江小姐跟你有些像吗？看来这江家也要好好查查了。哥哥，我有一个主意。这京城荣侯府世子容衍昏迷不醒，江洛清是侯府选中的冲喜新娘。此前侯府的人没见过江洛清本人，只见过画像。刚好我跟江洛清长得有那么几分相似。听说荣侯府是大户，哎呀，盛长欢想干票大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盛怀远面色一顿，作为哥哥，妹妹一抬脚他就知道妹妹要放什么屁。哎呀，哥，你妹妹我又不傻，我借用江小姐的身份进京，要是出事，背锅的也是江家。再者，我利用江小姐的身份，在暗中查那个害我们盛家的幕后黑手，也更是方便啊。我早该知道，妹妹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行，这次听你的。不过这些人是不能继续进京了。盛怀远指了指破庙里昏迷的那些人，一个是冒充，两个也是冒充。既然妹妹决定冒用江若清的身份，也不在乎多冒充几个。看来我得好好挑选一起入京的人，确保妹妹安全才行。小当家，这京城的饭菜真好吃，咱们这一回没白来。客栈厢房，穿着绿嫁衣的盛长欢和丫鬟打扮的虎杖，人手一只烤鸭，两个人吃得满嘴冒油。趁着侯府的人还没来接亲，好好吃一顿。跟着本当家，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不过虎杖，等进了荣侯府，你可要改口了，毕竟不是用真身份，还是得小心一些。既然要在京城待一段时间，还是谨慎些为好。是，小姐。啊，这京城可真是热闹啊，肥羊肯定很多。等查清真相，我一定要多多的薅羊毛。听说那个容衍是个花花公子，更是赌场花楼的常客。这样的纨绔子弟的羊毛我薅定了。唉，我这也是为民除害嘛。那个男子。观赏沿街景色之际，盛长欢看到了一个拿着字画的人，一个帅大叔。莫名，盛长欢心口跳动的速度加快。捂着心口，盛长欢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那个大叔虽然是第一次见，但盛长欢却有一种亲近感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亲人一样。妹妹，我打听清楚了，容衍之所以受伤昏迷，是醉酒后跟人抢花娘，不知道被谁砸破了头。侯夫人寻遍大夫都没能让其醒来，于是就想到冲喜了。侯夫人之所以选中江若清，是因为她的八字跟容衍相配。不过说起来，那江若清居然跟我们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，就连时辰也一样。盛长欢在房间里踱步，还真是巧啊，他和江若清不仅长相相似，就连年纪也一样。看来他和这个江家缘分颇深呢。哥哥，江家那边需要安排人手调查，而京城这边呢，咱们兄妹明暗配合。哎，对了哥哥，让咱们的人再去查一个人。把帅大叔的容貌衣着描述了一番，盛长欢让哥哥去打探消息。小姐，侯府的人来接亲了。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一路热热闹闹的进了荣侯府。拿着裱好的字画，江伯庸正欲回府，一抬头就看到了抬往荣侯府的大花轿。唉，二弟糊涂啊，为了10万两就牺牲洛清那孩子。罢了，江家大房早已经跟二房分家了，我这个大伯干涉不了二房的事，只是
可惜了，洛清那个乖孩子。这个小白脸长得不错呀。哎，虎杖，你看看这睫毛，比我还长，这鼻梁比我还挺，这胸肌，没我大。小姐，我以前觉得山寨的阿牛哥最俊，但是现在发现这小子更俊。因为是冲喜，侯府没有大办，也没有宴请宾客，一切从简。盛长欢和虎杖一边打量着昏迷不醒的容颜，一边啃着烧鸡，两个人啧啧有声。小姐，要是世子一直醒不过来咋办？嗨，这还不简单，等咱们查清那个幕后黑手，再把荣侯府的库房卷走，傻子才会留下来给他容颜守活寡。我娘去父留子，我作为娘亲的女儿，自然也是要去父留子的呀。到时候再找几个小美男，嘿嘿嘿。小姐说的有道理，我到时也找几个小美男，再生几个崽子。啊，今夜养足精神，明天好干仗。老天保佑儿，若是眼儿能够平安醒来，信女一定善待儿媳这个贵人。为表诚意，信女每月都会给佛祖上供，每年修葺精舍。信女一定多多布施，多行善事，求佛祖保佑儿。佛堂中，侯夫人楚云念着佛珠，祈祷儿子能醒过来。女儿荣锦也跪在蒲团上虔诚祈祷，希望哥哥能早日醒过来。瑞哥，今日是世子的大婚之日，真的不用去看看吗？作为侯爷的荣松瑞此刻没有陪着昏迷不醒的儿子，也没有陪着夫人一起祈福，却是陪着丧夫的义妹孟淑韵下棋。还是去看看吧，若不然嫂嫂又该怪你不关心世子了。世子昏迷已经1月有余，虽说冲喜之举不妥，但嫂嫂也是爱子心切而已。瑞哥，你千万不要怪罪嫂嫂啊。淑韵，你总是这般善解人意，夫人要是有你一半是大体就好了。孟淑韵的体贴和大度，荣松瑞很是心疼。夫人不喜欢淑韵，处处摆脸色，可淑韵却从未有说过夫人的半句不是。夫人实在是有失大度。当年若不是侯府遭了难，他也不会低头娶楚家女。唉，商户出身，始终上不了台面。侯府二房一家子等着明日看大房的笑话。花了10万两，娶回来一个冲喜新娘，真是有银子没地方使，还不如给我们呢。三房倒是没有看热闹的心。哎，你大伯是容颜的亲爹，他还有闲情逸致跟孟淑韵下棋，你瞎操什么心？我儿呀，你爹去世的早，留下我们母子2人，只能仰仗大房过日子。你与其担心容颜，还不如多读些书。为娘还等着你考取功名，给娘正诰命呢。3更天，躺在小床上连腿都伸不直的容颜睁开了眼睛，看着大床上那个呼呼大睡的女人，容颜气笑了。不仅跟丫鬟对本世子评头论足，还要卷走侯府的银子去找小美男。可恶，本世子还没死呢。活动了下有些僵硬的手脚，容颜从小床上起来。都说江氏一族规矩好，可床榻上这个女人，不过老古板的家族能养出如此豪放的女儿，着实难得呀。这个女人手心和虎口有老茧，她会武，有趣呀。容颜挑眉，本以为书香世家之后也是儒雅之人，如今看来，这个江洛清和本世子一样，也有2副面孔啊。母亲到底给我寻来一个怎样的冲喜新娘啊？眼下眸中的思虑，
容颜决定清醒过来。如果这个江洛清对母亲和妹妹没有威胁，本世子倒是不介意让他留下来。但如果江洛清包藏祸心，那么他会想办法把人送走。世子醒了，世子真的醒了。一大早，侯府就传来喜讯。妍儿，哥哥。最早得到消息的楚云和荣锦很快赶了过来。母亲，妹妹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就说冲喜有用吧，乖儿媳啊，你这一进门，我家妍儿就醒了。你果然是我妍儿的贵人，嘿，我的好儿媳。来来来，这是我娘传给我的镯子，已经传了3代了。好儿媳，你可不要嫌弃啊。待会儿啊，你就去为娘的库房里，再多挑些好东西，缺什么尽管跟娘说。哎，你可是我荣家的大功臣啊，以后要是哪个不长眼的跟惹恼你啊，娘一定狠狠教训他。如果每天叫醒我的是金子、银子、玉器，我愿意。娘，我是您的儿媳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，算不得什么。世子能够醒过来，是有您的福道庇佑，还有妹妹的关心，你们才是最大的功臣。马屁不用打草稿，张口就来。这个儿媳是个好的，这个嫂嫂是个好的。妍儿醒了。一家人高兴之际，荣松瑞大步跨门而入，身后还跟着孟淑韵。嫂嫂，太好了，世子果真醒了。老天保佑，妹妹这段时间祈祷总算被上天听到了。管家，如今世子大好，快传令下来，给街坊邻居们撒些喜钱，一起乐呵乐呵。另外再准备些礼物送去李府、王府、赵府、孙府。越贵重越好，宫里边也不能怠慢了。哈，好家伙，原来侯府的茶香浓郁源头在这儿啊！明面上关心容颜，实则用话在提醒荣松瑞自己才是功臣。哼，还真是够无耻的，当着人家容颜亲娘的面抢走功劳，而且看那自然又熟悉的模样，我想啊，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半路抢劫的事情。哎，怎么比我这个正经的土匪还像土匪？不对，那个女人说要管家去散财，不行，不可以，给百姓散些铜板这倒是没什么，但凭什么给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还要挑贵重的送？我都还没拿到银子呢，怎么可以把侯府的银子往外送？他早已经把侯府的库房看成了自己的东西，孟淑韵敢从他的库房里掏宝贝，做梦。婶子，你说错了，世子能够平安的醒来，是我婆婆每日诵经祷告，每日亲自给世子熬药，还有锦儿每日去寻神医的功劳。我昨日进门到现在，你可一次都没来看过世子，世子醒过来，怎么就变成你的功劳了？啊？在我面前秀茶艺，哼！我可是经历过成千上万本小说，还有无数宫斗宅斗电视剧的熏陶的，尽管来战！楚云和荣景母女俩眼睛都不敢眨，耳朵也竖得高高的，生怕错过了孟淑韵被骂的场面。儿媳好厉害啊！嫂子好厉害！世子妃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跟嫂嫂和景儿抢功劳呢？世子昏迷，全侯府的人都在祈祷上苍保佑，是我太高兴了，一时失言。世子妃，你误会淑韵了。淑韵对妍儿的关心不比夫人少，不过你作为晚辈，对淑韵还是要恭敬些为好。江家可是大儒之好，不会连这点礼仪都不懂吧？公公，谁说儿媳不懂规矩的？儿媳可太懂规矩了。儿媳的娘亲常教导儿媳，对长辈要孝顺。儿媳出嫁前如此，出嫁后亦是如此。您是儿媳的公公，侯夫人是儿媳的婆婆，儿媳对您二位自然是孝顺的。
可这位大婶是何人啊？儿媳可从未听说过侯府还有第2位女主人啊。盛长欢的眼睛故意在孟淑韵身上上下打量。公公，难不成您背着婆婆纳了妾室？哎呀，可这也不对呀，妾室贱籍，儿媳可是正经的世子妃，哪有让世子妃孝敬妾室的道理呢？公公，难道这京城的规矩跟我们那儿的规矩不一样吗？放肆！淑韵不是本侯的妾室，更不是侯府的奴才，她是本侯的义妹。顶撞长辈，胡言乱语，这就是你们江家的规矩？当儿媳的居然敢质疑公公，江南江家的家教名不副实。早知江洛清这般伶牙俐齿不敬长辈，当初说什么也不会让此女来给言儿冲喜。这个江洛清倒有几分本事啊，同时面对父亲和姓孟的也能镇定自若，反倒是父亲一把年纪却还轻易被江洛清挑起怒火。瑞哥，世子妃还年轻，你别怪她。世子妃刚进侯府，很多事还不懂，必然是听了他人的闲言，才会对我有所误会啊。日久见人心，真心待真心，我相信世子妃日后一定懂我的。难怪楚云坚持要江家女给容颜冲喜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，还真是小看楚云的心机了。哼，真以为找来一个帮手就能压制我？不可能。又是这样，每次只要言儿和孟淑韵不和，侯爷都会偏向孟淑韵。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我满意又望我眼儿的媳妇儿，可不能被气跑了。好喜欢这个嫂嫂，总比林一棉好。林一棉跟孟淑韵一样讨厌，林一棉跟孟淑韵一样讨厌。哼，老的缠着爹爹，小的缠着哥哥，母女俩一样讨厌。嫂嫂可一定要稳住啊！啊，这位婶子是公公您的义妹呀！哎呀，儿媳也是看到孟婶快贴到公公您身上了，这才误会她是您的妾室。哎呀，毕竟儿媳的正经婆母都没挨您这般近呢。这京城的风气居然如此大胆热情，儿媳今日也算是大开眼界了，多谢公公和孟婶的指点。盛长欢抿唇，一副没见识过世面的天真模样，毫无征兆，直接当众挑明孟淑韵和荣松瑞的亲密。想要好名声，又想搞暧昧，真是既要又要，比我们当土匪的还霸道。呸！我就说我儿媳是侯府的贵人，望我儿子更望我。看看儿媳几句话就让偏心的侯爷和狐狸精变了脸，可真是帮我出了好大一口气。荣景年纪小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是个不会吃亏的主，还可以帮母亲和妹妹出气。留下江洛清果然是不错的选择。侯府被黑雾笼罩了那么久，也该有人清扫一番了。满嘴污言秽语！夫人，你是侯府主母，好好给他教教侯府的规矩，省得日后闯祸连累侯府。1个月后，若他还是这般口无遮拦、疯疯癫癫，即刻送他回江南。这般失仪的儿媳，我们侯府要不起。嫂嫂倒是得了一个好儿媳，不过淑韵和瑞哥清清白白，不怕他人猜测。嫂嫂，来日方长，淑韵相信你定能教好世子妃，淑韵很是期待那一天。明着恭喜，暗着威胁，孟淑韵款款离开。嫂嫂你好厉害啊，你能顶住父亲的威慑，还能斗胜那个老妖婆，好威猛啊！嫂嫂，你就是锦儿心中的神。嫂嫂，你以后就是锦儿最佩服的人了。待孟淑韵一行人离开，荣景眼里只容得下自家嫂嫂一个人了。
嫂嫂的嘴可真无敌，不像我。荣锦每次跟人吵架，还没开始吵，眼泪就刷刷的掉，一点气势都没有。不过现在有一个会吵架还能吵赢的嫂嫂，这么算下来，也算我赢了。我就说啊，我是有福之人，不仅儿女双全啊，现在还得了这么一个乖儿媳。等我眼儿身体再好些，娘就带你出去买口脂、买头面、买锦缎。好久没看到母亲和妹妹这么笑了。一旁伺候的虎杖骄傲地昂着下巴。这侯夫人和小姐喜欢小当家，不意外，吵架可是小当家的长处。娘，喝茶。跪在柜垫上，盛长欢没有丝毫不情愿。娘，以后儿媳跟世子一起孝顺您。您要往东，儿媳绝不往西；您要吃肉，儿媳绝不吃素。只要您的一声吩咐，儿媳绝对拥护。盛长欢抱着装满金银珠宝和银票的盘子，眼睛都笑弯了。这么多宝贝，要是给我们多好！楚家不愧是第一皇商，作为楚家女的楚云财大气粗，以后得想办法多从大房手中要些银子才行。三房母子也被楚云的大手笔给震惊了，但是也只是震惊，没有嫉妒之色。等敬茶结束，盛长欢和虎杖清点收到的礼物。小姐发财了。至于二房送的华而不实的字画，也就能哄哄那些文人。切，真小气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难怪江家为了10万两就把江洛卿嫁过来，哪怕知道嫁过来守寡的可能性很大。看来书香世家的名声在外，但内力恐怕已经摇摇欲坠了。世子啊，世子，你可还没有给我礼物呢。你我是夫妻，总不能比二叔二婶这些外人给的少吧？这都说相由心生，世子你脸长得好看，这心肠肯定也是很好的。你干嘛靠我那么近？人俊心好的世子，礼物给你。胡乱扯下腰间的玉佩，容颜慌不择路，跑出了房间。虎杖，我长得很可怕吗？小姐，你长得俊，一点都不可怕。八成是世子做贼心虚，才落荒而逃。世子做贼心虚，才落荒而逃。一定是这样。容颜常去花楼左拥右抱，侯府里还有林一眠这么一个红颜知己，在府外还有一个白月光茯苓。逃到书房的容颜连打了几个喷嚏，耳朵更烫了。那个女人真是太大胆了，第一次有女子离本世子那么近，我的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了。罢了，还是在书房躲一躲吧。娘，我喜欢这个嫂嫂，可过几日祖母祈福结束，就要带着林一眠从清心寺回府了。可过几日祖母祈福结束，就要带着林一眠从清心寺回府了。就怕到时林一眠挑拨离间，嫂嫂跟哥哥生分了。在哥哥昏迷前，娘亲就给哥哥相过几位女子，但无一例外都被林一眠搅黄了。正经人家的女儿不愿意嫁入侯府，好不容易娶到一个合心意的儿媳，一定不能让那个满肚子算计的小狐狸精给搅黄了呀。锦儿，娘旁的没有，就是银子多呀。趁着林义锦还没回来，咱们母女俩呀，就带着青儿去多买一些金银珠宝、良田庄子、铺面酒楼啊。娘，嫂嫂出身书香世家，又是大儒之后，咱们用银子收买嫂嫂，会不会太俗了？嫂嫂那般高雅之人，不应该被这些俗物玷污。不如买些上等的笔墨纸砚、古籍字画、古琴棋谱，如何？这种文雅的东西才配得上青儿嘛。屋外，一个丫鬟模样的人闪身离开。
什么？银钱是俗物？哪里俗了？我愿意啊！尽管拿金银珠宝来砸我绝不反抗。我又不会弹琴下棋，我要那些玩意做事？不行，得让侯夫人改变主意才行。土匪不要金银珠宝，那不是忘本了吗？虎杖，你待会儿按我说的做。这位姐姐，叨扰一下，你可知京城有什么铺子的头面好看？我家小姐来是为侯夫人和锦儿小姐准备了头面，但半路被小偷盗走了，就连我们小姐陪嫁的首饰也所剩无几。我们小姐欲重新为侯夫人和锦儿小姐挑选几套，奈何初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还得麻烦姐姐告知一番。虎杖故意挑了个在侯夫人身旁伺候的丫鬟问路。那贼人居然如此胆大，太猖狂了！此事我定会告知夫人，让夫人帮世子妃做主。听到世子妃东西被偷，丫鬟急匆匆地去跟主子禀报。侯夫人，这些都是我们明月楼的镇楼之宝，一般人我们可不拿出来。青儿，你看看，有喜欢的吗？娘有银子，不用跟娘客气。哎，我可怜的儿媳啊，这从江南一路到京城，贵重的东西都被偷了。唉，这一路也不知道遭了多少罪。若不是丫鬟来报，我还不知道儿媳受了这些委屈。只可惜暂时查不到那贼人的消息，眼下只能多帮我儿媳添这些首饰。我楚云的儿媳，我自己疼。啊，这个傻白甜的侯夫人还真是好人啊，连价钱都不问一下就要送我。果然，有钱人买东西都是不需要问价的。那我可就不客气啦。那就都要了。啊，这就是古代版的女霸总吗？好幸福啊！娘，这就是默契吗？您给儿媳挑的都是儿媳喜欢的，当您的儿媳可真好。您不像其他婆婆，一边给儿媳立规矩，一边还缠着儿媳的嫁妆。您啊，可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，没有之一。我好喜欢您啊！我就说京城人傻钱多，当初就该多带些兄弟过来。这来一趟京城，龙虎山都可以吃3年了。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唉，一点点而已啦。楚姐姐，这么巧，你也来明月楼啊？是啊，听说世子大好，楚姐姐可算是苦尽甘来了。这些贵夫人一出现，眼睛就粘在这些珠宝首饰上了。哼，我的东西谁也别想觊觎。见虎杖直接把东西收起来，楚云很是赞同。不愧啊，是我好儿媳的陪嫁丫鬟，一样的伎俩。哎，不然呢，真怕这些好东西被那几个不要脸的借走了。这位就是世子妃吧？果真跟世子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儿。世子苏醒，又喜得心腹，这可是喜上加喜。今日有缘，妹妹也借着喜事跟你讨个好彩头。对对对，荣侯府有喜，楚姐姐你可不能小气呀。要饭都要到我面前了。现在荣侯府的银钱已经默认是他的了。哎，娘，这几位夫人家中可是吃不上粮食了。青儿，你误会了，这几位夫人的夫君呢，都是咱们大雍朝的肱骨大臣，当今陛下体恤大臣，俸禄和赏赐都不会少。虽说这不是富可敌国吧，但总归呀，也是衣食无忧的。啊，如此说来，这几位夫人不穷啊，倒是儿媳误会了。不过娘啊，这也不能怪儿媳，这几位夫人跟乞丐乞讨的模样实在是太像了。啊，不对，这乞丐乞讨的时候还知道讨好人，可这几位夫人，你胡说八道！那些糟污的乞丐，怎配跟我们相提并论？我们平日都是以礼相待，
可如今楚姐姐，你却纵容儿媳羞辱人，你太过分了。怎么能说是羞辱人呢？明明是几位夫人跟乞丐一样向我家婆婆乞讨，这才让我误会的呀。毕竟我们那里只有乞丐才会向人乞讨。盛长欢一字一句，噎得几位贵夫人浑身颤抖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诸位夫人的夫君苛待你们，以至于你们跟我婆婆乞讨。好啊，这京城的大臣居然如此冷漠无情，苛待发妻，自私自利，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，不顾妻儿的死活呀！哎呀，岂有此理！走，诸位夫人，我带你们去报官。我就不信了，这天子脚下没有王法。诸位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最是见不得这种不平事。同为女子，我今天一定要帮你们讨回公道。世子妃，你误会了，我家夫君没有苛待我，更没有不顾我死活。对呀，世子妃，都是误会。我家夫君待我很好，无需报官。我们府上不缺银子，只是跟侯夫人说笑而已，你别当真啊。我们以后再也不向荣侯夫人讨要彩头了。没想到楚云的儿媳是个狠角色，是我们看走眼了，算我们倒霉。真的是误会？我不信，哪有夫君吃香喝辣的让夫人去乞讨的？哎呀，诸位夫人不用害怕，我这个人呢最是热心肠了。你们被夫君苛待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管到底的。要是被外面那些贱民看到现在的模样，又知晓其中原因，我们颜面尽失是小，但影响夫君的前程是大。不行，一定不能被拖下楼。世子妃，不要报官，是我们自作主张，不关我们夫君的事。今日是我们失礼了，你看你喜欢什么，就当我们的赔礼了，没错，今日的确是一场误会，没必要弄得人尽皆知。妇人之间的事就不要牵扯男儿们了。哎，这才对嘛！我是土匪，从来都只有我打劫别人的份儿，还没有人敢来打劫我的东西。今日出门前，树上的鸟儿吱吱叫，果然是个进财的好日子。啊，看来的确是我误会了。娘，你也来选几样啊？这都是几位夫人的好意，您就不要推辞了。盛长欢挽着楚云的手臂，开始新一轮的买，不用花自己的银子，就是爽。诸位夫人，我们选好了，多谢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不过以后你们的夫君若是苛待你们，一定记得要来找我呀。哎，果然京城的肥羊多，来钱快。看来呀，有必要在京城开个分寨。走，今天真是晦气。以后碰到那个江洛清，离他远点，太可恶了。本以为江家是书香世家，江家嫡女也是识大体之人，没想到却这般狡猾奸诈，还贪财，算我们看走眼了。几位贵夫人被狗追一样，带着婢女急匆匆地离开了明月楼。青儿，谢谢你帮为娘报仇。以前呢，他们总是有理由向为娘要彩头，要是不给啊，他们就会拿眼儿和锦儿说事儿，实在是烦人。其实这点银子我倒是不在乎，但是他们的态度呀，我不喜欢。今天出门带着好儿媳，果然是有喜事，不仅狠狠地帮我出了一口恶气，还讹了那些人好几万两。哎呀，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啊，太痛快了。娘，您呢就是太善良了，对待那些贪得无厌的人，就该好好的治治他们，不要跟他们试图讲道理。您是侯夫人，拿出侯夫人的气势，仗势欺人。仗势欺人？没错，您是侯府主母，除了宫里的那些娘娘，您的身份地位可是数一数二的，哪里需要看那些人的眼色？自古以来都是低位者给高位者上供，该那些夫人给您孝敬银才对。哎呀，您就是太善良，让那些人忘记了您是侯夫人，以至于他们一个个的都爬到您头上作威作福。
您可别忘了，您是锦儿的母亲，若是您都立不住，这锦儿日后出嫁，谁给她撑腰？侯爷公公吗？他的心思都在姓孟的身上，您觉得他靠得住？是了，我不仅是侯府夫人，更是妍儿和锦儿的母亲。侯爷的心思都在那对母女身上，我的孩儿们只能依靠我。要是我立不起来，随便被人欺负，那我的孩儿们该怎么办？妍儿有好媳妇儿看着，我不担心。可锦儿还未嫁人，若是锦儿出嫁后被婆家欺负了，我得给锦儿撑腰啊。但现在的我太懦弱了，别说保护锦儿，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今日若不是有好儿媳在，我肯定还会跟以前一样，被那些人逼着把银子掏出来买首饰。看着楚云有所松动，盛长欢继续蛊惑下药。娘，您就听我的，您就试着仗势欺人，这感觉很爽的，这感觉很爽的。当然了，仗势欺人不是让您去欺负无辜的百姓，您尽管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去欺负那些恶人、歹人、贱人，还有那些对自己不怀好意之人。您仗势欺人过一次，您就会喜欢上这种感觉的。青儿，你说的对。从今日起，我要仗势欺人了。我不要再当以前那个懦弱的楚云，我要当有权有势的侯夫人。我要保护自己，我要保护自己在意的人。对嘛，这才是一个侯夫人眼中该有的气势。可不要再说我心狠，要收侯府库房的宝贝，我这可都是交换的。毕竟授人以鱼，我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很辛苦的。这一般人我还不教呢。荣侯府，看着堆满案桌的珠宝首饰，荣锦揉了揉眼睛。娘，您这是带着嫂嫂去打劫明月楼了吗？不对呀，这金灿灿的项链、钗子、手镯，和母亲以往的喜好也不一样啊。这可不是打劫啊，这是李夫人他们送给我和青儿的。原本娘还担心李夫人那几个人呢会嚼舌根，败坏侯府的名声。可青儿说了，这么丢脸的事，那几位夫人呢不仅不敢声张，甚至会让明月楼的人也闭嘴。毕竟谁也不想出丑。青儿还说了，就算李夫人他们嚼舌根啊，她也有办法应对。甚至还会继续从那些人身上讹银子，所以娘啊现在很放心。嫂嫂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这么爽的事怎么能落下我呢？早知道我今日就不去赴好友的约了，跟着你才有意思。嫂嫂，你答应我，下次还有这种机会一定要带上我。荣锦目光灼灼地拉着盛长欢的手，盛长欢内心行吧，既然决定改造傻白甜，这傻白甜的女儿也就别落下了。一只羊是放，两只羊也一样。现在看来，江洛清的办法显然更有效，不仅让母亲立起来，还让母亲意识到权势的重要。哪怕我以后不在母亲身边，母亲也能保护好自己了。如此甚好。世子，母亲说要重新给咱们办婚事，母亲还说让你多带我去首饰铺、胭脂铺、绸缎庄逛逛。母亲又说了，让你把银钱交给我保管。是夜，侯府安静了下来，可躺在床榻上的盛长欢却是兴奋得很。虽然成了亲，但还没有正式拜过堂，盛长欢和容颜依然是分床而睡。趁着哥哥还在调查那个幕后黑手，我得抓紧时间多捞些银子。闭目养神的容颜，话都让你说完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罢了。看在江洛清帮了母亲的份上，本世子这几日就陪她出去逛逛吧。行，随你。世子，
我喜欢金子，银子也不错，还有那些亮闪闪的宝石，我也喜欢。哎，当然了，银票虽然轻，但重在情义，我也是不嫌弃的。盛长欢继续狮子大开口，容颜却伴着盛长欢叽叽喳喳的话，安心睡着了。翌日，容颜早早醒了，一扭头就看到另一张床榻上还在呼呼大睡的人。似乎这样的日子也不错。唉，罢了，江洛清是无辜的，我就不要祸害人家了。我还是继续当好我的纨绔吧。世子，咱们出发吧。梳洗打扮好，又吃过早饭，盛长欢拉着容颜出门了。他今天一定要把容颜的小金库掏空。世子，我喜欢这个金钗。买。哎，世子，我喜欢这盒珍珠。买。世子，我喜欢这套宝石头面。买。半个时辰而已，盛长欢就花了容颜25000两。世子，来，你过来。他看中了一套金玉束发冠，很适合哥哥。容颜的身形跟哥哥差不多，就让容颜帮哥哥试戴一番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太高了，你把头低下来。盛长欢踩到容颜的胸口，不方便更换玉冠。虽然不明白盛长欢要做什么，但容颜还是听话的低头。你，好看，我的眼光真不错，嘿嘿。真的好看？好看。我亲自挑选的，能不好看吗？不过现在哥哥不在身边，这束发冠就先让容颜多戴几天，等离开了京城，都是哥哥的。多谢。虽然银子还是自己出，但容颜的嘴角莫名的往上翘。客气。盛长欢脑子里已经满是离开京城时，容颜被自己骗得一枚铜板都不剩的样子。世子，清冷和妖媚的声音同时响起。盛长欢脑子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一扭头，只见4、5个打扮清凉、身上脂粉气浓的女子扭着腰进来铺子。世子，你都好久没来花满楼看奴家了，奴家都想你了。世子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晚来花满楼玩，姐妹们好好招待你呀。去，你们瞎凑什么热闹？没见世子身边有了新人吗？咱们这些老人不要扫世子的兴。几人手帕捂嘴，咯咯地笑着。容颜一顿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些姑娘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敢问你的口脂在哪儿买的？这个颜色看着就热情似火，甚是好看。啊，你是说我的口脂吗？这是我在刘娘子的胭脂铺里买的。姑娘真是人好心善，多谢姑娘告知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这个簪子看着很别致啊，能否告知是在哪儿买的？不过就是些小玩意儿，就在前面的装饰铺子买的。本世子倒成外人了。世子妃，你我有缘，改日不如撞日。我带你去刘娘子铺子买口脂，你喜欢什么颜色尽管挑，姐姐送你。对，世子妃若是不嫌弃，奴家带你去装饰铺子，让张宁子亲自给你打造簪子，你要多少簪子，奴家都送你。哎，你们都别跟我抢啊！世子妃，我带你去抢造道，京城独一份。罢了，白担心了，我才是没人要的那个。荣侯府，一盒盒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不断地搬进容颜的院子。孟淑韵看着那一盒盒的好东西，眼神暗了暗。在这个侯府，有我在，就不能有姓姜的存在。我要让姓姜的怎么来，就怎么滚出侯府。我的女儿才是侯府未来的主母。孟淑韵整理了一番衣裙，掩下了兴奋，朝着荣松瑞的书房走去。瑞哥，都说儿子随父，世子果然像极了你。你重情重义，世子亦如此。
世子总算找到了一个知心的枕边人，恨不得把心都掏出去。世子今日带着世子妃出门，买的东西都快把世子的院子给挤满了。看到他们小两口好啊，我这个当姑母的也跟着高兴啊。我的儿子自然随我。听到孟淑韵夸容颜，荣松瑞甚是欣慰，但是好半会儿，荣松瑞才反应过来。胡闹！咻，荣松瑞坐不住了，起身就往容颜的院子走去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侯府不复从前的风光，可不能让小辈们继续这般无节制的挥霍。哎呀，瑞哥，你怎么生气了？是不是我又说错话了？瑞哥，瑞哥，你等等我，你可千万不要生世子和世子妃的气啊！见荣松瑞面色冷峻，孟淑韵嘴角勾了勾，压下嘴角的笑容，孟淑韵这才慢悠悠地追上去。胡闹，简直胡闹！你看看你，挑的好儿媳，干的好事。侯爷，此话从何说起？青儿到底做错了何事？你要如此动怒？今日儿子带着好儿媳去添置衣服和首饰，我还特意给了儿子10万两。这小两口一早就出门了呀，不知道这侯爷又在发哪门子疯啊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看看这些，还有这些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往日里，娘她老人家省吃俭用，就是想把好东西都留给孩儿们。可江洛清倒好，出一趟门，几万两就没了。瑞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嫂嫂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，你不许凶嫂嫂。难怪侯爷会如此动怒，原来是背后有人告状啊。穆淑韵这个老狐狸不喜欢青儿，现在居然换着法要把青儿给赶走，真是又坏又毒。青儿可是我认可的儿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赶青儿走。青儿入京的时候，路上遭了贼，所剩的行李寥寥无几。青儿既已入我侯府，我这个当婆母的，自然不能让青儿身无长物。今日我让眼儿陪着青儿添这些东西，有何不妥？再说了，今日所有的花费的银钱，都是从我的嫁妆中出的，没有动用侯府的账目。你慈母多败儿，你就惯着他们吧。瑞哥，这不关嫂嫂的事儿，你何苦迁怒嫂嫂？年轻人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你是长辈，你好好教导便是了，可不要吓到人了。你少兴硬作态，分明就是你去父亲面前挑拨离间。我娘的银子给谁花，碍着你什么事儿？姓孟的分明不安好心，想要借父亲的手把嫂嫂赶走，好恶毒的心肠！只要我和娘亲喜欢的，姓孟的就要抢走。这些年缠着父亲，让我有爹又像没爹的孩子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需要爹了，可我需要嫂嫂。姓孟的见抢不走嫂嫂，竟然要毁了嫂嫂，真讨厌！眼泪每次都不听话。逆女，都是你惯的，口无遮拦，还忤逆长辈。你若是教不好儿女，我便请娘代劳。到底商户之女薄浅又无知，你如此惯着他们，只会害了他们兄妹。荣松瑞浑身颤抖，把气撒在了楚云身上。够了，爹爹你不讲道理，不管发生何事，你永远都会偏向这个女人。明明我们才是你的亲人，可你每次都为了这个老狐狸精责骂我们，你一点都不在意我们。荣锦推开爹爹，护在娘亲面前。清脆的巴掌声响起。你打我！你为了这个鸠占鹊巢的老狐狸精打我！嫂嫂，爹爹打我！荣锦捂着脸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跑出府。侯爷！
楚云目眦欲裂。虽说侯爷这些年一直偏袒那对母女，但侯爷也只是责骂妍儿和景儿，并未打过人。可是今日，楚云气得脑袋嗡嗡响。来人，快去找小姐。景儿今日无事便罢，若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一定亲自把这个女人赶出侯府。侯爷，你若是阻拦，那便和离。我带着我儿子儿媳和女儿走，我说到做到。楚云也急匆匆地跟着下人去找女儿，失望攒够了，就不想再继续委屈了。瑞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多嘴，也不会打景儿，嫂嫂也不会埋怨你。都怪我，我就说我是个不祥之人，夫君早逝，留下我和绵绵，现在还惹嫂嫂和景儿不高兴。我还是带着绵绵离开侯府吧。胡说，你是我义妹，绵绵更是我的干女儿，你才不是不祥之人，以后不许再说丧气的话。之前本打算让妍儿娶绵绵为妻，谁知出了意外，让江洛清那个祸害入了侯府。淑云，我答应你，妍儿的正妻只会是绵绵，侯府永远是你们母女的家。这江家女搅到侯府鸡犬不宁，是万万不能继续留下来。等妍儿回来了，便让妍儿休了此女。等绵绵陪母亲回来之后，就商定妍儿和绵绵的婚事。瑞哥，可嫂嫂那边……孟淑韵欲言又止。儿女婚事自古由父母做主，妍儿是我儿子，此事由不得他。都是儿女债呀。你说什么？锦儿被侯爷打后离家出走了？刚跟花娘们分开，打算跟容颜回侯府的盛长欢，见到了来找人的侯府下人。分头去找。这才出门半天，锦儿就被欺负，岂有此理！世子，我劲儿大，等找到了锦儿，侯府若是有人受伤的话，你担待着行。8万两，我要他一只手。果然纨绔不把人命当回事儿，不过我可是土匪啊，这也算是专业对口了。8万两买孟淑韵的一只手，这笔买卖不亏。哎呀，我得合计合计，要用最小的代价赚到这8万两。不过当务之急要先找到荣锦。客营居，荣锦一个人在喝闷酒。荣锦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护不住娘亲，还被姓孟的挑拨离间，就连爹爹也打了自己一个巴掌。可恶！客官，这是你要的烧鹅、红烧肉。这红烧肉不是我点的，你上错菜了。可我明明记得客官你点了红烧肉，我记性很好，不会记错的。本小姐的记性也不差，我说没点就没点。把红烧肉拿走，不要让我看到这么肥腻的东西。本想借酒消愁，可这个店小二有点烦人，听不懂人话一样。你欺负人！我只是穷苦人家的女儿，身为女子，在酒楼帮工已是不易。你们这些千金大小姐为何要为难我？我知道你是侯府千金，可你不能仗着有侯府撑腰就仗势欺人。我辛苦一天才能赚到几十文，你随随便便一道菜就是我们家1个月的绝用。你衣食无忧，有爹娘疼爱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为何要拿我们这种小人物撒气？怎么有人比我还会哭？怎么有人比我还会哭？我不过多说了2句，而且又没有说错。身为店小二，上错了菜，难道还不让客人指正？你哭什么？我又没有骂你。明明是你上错了菜，你还委屈上了。荣姐，你欺负弱小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往日你就喜欢拿银子侮辱人，现在居然连店小二都不放过。荣姐，你太过分了。哼，这就是荣侯府的教养，哥哥是纨绔，妹妹更跋扈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没有欺负你，你快跟他们解释清楚啊！荣小姐，你说的对，你没有欺负我，千错万错都是婉娘的错，都怪我没有好家世，怪我爹爹只疼弟弟，为了弟弟念书，逼我来酒楼当小二，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怪我不该顶撞你，不该惹你生气。你，世子妃，你们快去看看客营居，荣锦小姐跟人吵起来了。多谢。待事情解决，我定亲自上门给你家姑娘道谢。荣锦，你还不快给婉娘赔礼道歉？婉娘怕你，我们可不怕。你今天若还是这般蛮横，我们定要告知侯爷，让侯爷主持公道。荣锦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莫不是想耍赖不成？我看谁敢！盛长欢迈着大步跨入了客营居。嫂嫂，这帮臭不要脸的狗东西，平时没少坑骗荣锦的银钱，现在荣锦被讹，这帮人不仅不帮他，反而背刺他。难怪荣锦心思敏感，明明是侯府的千金，却处处被人踩在头上。不过我来了，别怕，我在。告诉我，刚刚谁逼着你道歉的？就是他，还有后面那几个。这两兄妹是脆皮，老老实实坐着看戏便好，省得待会儿他动起手拖他的后腿。容颜内心，本世子看起来有那么弱吗？需要一个女人来保护我？再说了，锦儿是我妹妹，哪有妹妹被欺负哥哥袖手旁观的？江，嘘，世子别说话。本世子竟然被女人看不起了。没留意容颜的脸色如何，盛长欢左右活动了一下脖颈，又甩了甩手腕，虎杖也在身后做着一样的动作，啪啪啪，主仆俩流水作业。看到了没有？这才叫仗势欺人。下次吵架，要是别人污蔑你，你就坐实了罪名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还可以这样，居然能这样，嫂嫂你好厉害。从小到大，女夫子、祖母、爹爹、娘亲都教导自己要仁善，要知礼守礼。这些年她也一直这么做，可换来的却是小姐妹的背叛，下人的轻视，甚至连陌生人也借机冒犯自己。一直被忽略的容颜内心，有人在意本世子的感受吗？一个是他夫人，一个是他亲妹妹，可他却觉得自己才是多余的那个。江，嘘，世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等回府之后，有什么话咱们关起门来再说。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。盛长欢转身，一步一步朝缩成鹌鹑的婉娘走去。你怕我？原来你也会看人下菜呀！切，我不了解你，但是我了解锦儿。既然锦儿说你是上错菜，那就一定是你的错。你身为客营居的店小二，做错事情却把责任推到客人身上，看来呀，你们掌柜没有好好的教你规矩啊！我这个人呢，见不得浪费粮食。既然是你上错了，那你就把这盘肉给吃了，一口都不许生哦。婉娘浑身颤抖，根本不敢直视盛长欢。吃了。盛长欢冷声，婉娘哆嗦着身子，吓得直接用手把红烧肉塞进嘴，哪怕被噎到了也不敢停下来。味道如何？一定很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就对了，记住这个味道，这才叫仗势欺人。记住了。荣锦的嫂嫂太可怕了，根本不是人。世子妃够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婉娘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何苦就是不放？就当给我一个面子，饶婉娘这一回吧，她知错了。给你一个面子？嗨，你哪位？叶福陵，太医院一太医之女。叶福陵？
这不就是传闻中容颜的白月光吗？盛长欢下意识往身后坐着的容颜看了一眼，发现容颜眼中并没有对茯苓眼神拉丝，也没有看相好的那种暧昧。看来这传闻中的白月光也没那么白嘛。不给。你，世子。哎呀，我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算容颜识趣，不能给你面子哦。世子妃，婉娘也是个苦命人，同为女子，你就不能原谅她这一回吗？你已经罚过她一回了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放手吧。唉，茯苓姑娘，我且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若是能够回答出来，我再考虑放她一马，如何？你且说来听听。敢问茯苓姑娘，这婉娘命苦可是我造成的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她命苦关我何事？这一回茯苓沉默了。大庸朝命苦的人多了，又何止她婉娘一个？倘若每个命苦之人都需要别人哄着捧着，那宫里的娘娘们是不是也要放下身段去哄苦命的人？茯苓嘴巴微张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所以茯苓姑娘，你是觉得你比宫里的娘娘还要仁善，还要体恤命苦的婉娘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不过一介民女，岂敢跟宫里的贵人相提并论？茯苓连连否认，有些懊恼刚刚的冲动。早知道这个江洛清这般难缠，我就不出风头来帮婉娘了。本来让世子高看我一眼，同时让世子看清江洛清不堪的一面，没想到茯苓后悔了。茯苓姑娘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嘛。既如此，还请茯苓姑娘让开。看来这个茯苓也不见得真的想帮婉娘，不过是看在容颜在这儿，想踩着我上位立威罢了。唉，男色误人啊。盛长欢扫了容颜一眼，容颜内心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女人在气头上还是不要招惹为好。虽然不知道女人生气的缘由，但身为男子，识相一些总没错。看到容颜鹌鹑的模样，盛长欢满意点头。不错，有觉悟。虽然不高吧，但总比容松瑞那个老爹好。也不知道这个爹是咋想的，对待那个义妹和义妹的女儿，比自己的夫人和子女还要好，真是脑子进沙子，大傻子一个。茯苓姑娘，劳烦让让，本世子妃跟这个婉娘的账还没算清楚呢。世子妃，你好自为之。茯苓抿唇，虽然不服气，到底让出了一条路。多谢。你道歉。对不住。今日这事儿，锦儿才是苦主。锦儿，婉娘就交给你处理，你有权决定要不要原谅她。你的道歉我听到了，我也是有娘亲和哥嫂护着的人，我凭什么被你欺负？虽然你的身世可怜，但我不想原谅你。哥哥，你今日给嫂嫂添置了何物？你可不能小气，若是让嫂嫂委屈，我和娘亲饶不了你。茯苓觊觎哥哥，哼，哥哥已经跟嫂嫂成亲了，哥哥只能是嫂嫂一个人的，自己的嫂嫂自己保护。从今日开始，我不允许哥哥身边有除了嫂嫂外的其他女人靠近。看着妹妹的小动作，容颜挑眉，没有戳破妹妹的心思，更没有拒绝，只是一味顺从。走在最前面的盛长欢没有留意身后那对兄妹的小动作。虎杖，派人去找哥哥，今日要好好的大赚一笔。盛长欢在虎杖耳边低语，他都记着呢。容颜要花8万两，要孟淑韵的一只手。若是跟哥哥里应外合联手合作，到手的可能就不止8万两了。马车上，荣锦一副乖巧的模样，等着哥嫂教训。哥哥，嫂嫂，我知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不该顶撞爹爹，不该在酒楼闹事，不该。越说，荣锦的声音越小，
头也垂得低低的。错，你错在不该离家出走，不该拿自己的安危报复别人。锦儿，你且记住，你就算是再生气，也不可以离家出走，不然你娘亲和哥哥会担心的，反倒是如了那些挑拨离间的人的愿，这只会让亲者痛，仇者快。而真正勇敢的人，是敢于撞死别人来平息自己的怒气，而不是逞匹夫之勇。盛长欢循循善诱，把当年教导崽子们的经验套用在荣锦身上。明明是书香世家之女，却要习武，本该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，却对离家出走了如指掌。江洛清，你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事，让一个本该躲在家族和爹娘羽翼下的娇娇大小姐，变成雄鹰一般的雌性？眼睛落在盛长欢手上的老茧，容颜心口隐隐有些不舒服。一个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，手本该跟锦儿一样葱白如玉，可如今满是老茧，一定吃了很多苦。罢了，江洛清已是本世子的妻，以后待她好一些便是了，再多多给她花银钱。至于祖母那边，我也会想办法周旋。总之，本世子不能让自己的夫人受委屈啊。世子妃，你们总算把小姐找回来了。嬷嬷，带着小姐去婆婆那儿。盛长欢把荣锦交到了嬷嬷手上，他和容颜还有正事要处理。目送走荣锦，盛长欢和容颜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也分开走了，一个前往荣松瑞的书房，一个则往孟淑韵的院子走去。那个孽女回来了。书房中，荣松瑞看到容颜出现，也松了一口气。父亲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您知道的，儿子说到做到，毕竟您只有我一个儿子。容颜似笑非笑，母亲和妹妹是自己最亲的人，可父亲为了一个外人打了妹妹，这口气他咽不下去，也不想咽。逆子，你威胁我！荣松瑞怒不可遏，身为侯爷，不允许侯府的人忤逆自己，身为父亲，更不允许儿子顶撞自己。怎么，父亲也要打我？父亲莫不是忘了，儿子已经长大了，而您却老了。这真的是我那个纨绔儿子？为何儿子的眼神却能让我毛骨悚然？明明儿子是在笑，可却阴鸷无比。容颜，父亲，来日方长，气性不要那么大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好了，儿子也该去给母亲请安了，父亲可一定要保重身子呀。留下几句话，容颜意味深长地离开。哟，孟婶好雅兴啊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下人都死哪儿去了？怎么放这个晦气玩意儿进来？婶子是在找你的嬷嬷和丫鬟吗？哎呀，他们呀都被我的人给打晕了。放心，这会儿绝对没人打扰我们说体己话。你想干什么？嘿嘿，既然婶子这么大方，那我可不跟你生分了。我呢，想要你一只手，左右手都行，你说了算。放肆！江洛清，你真以为嫁入侯府就万事无忧了吗？侯爷说了，你这个世子妃他不认。识相的话，收拾好包袱，趁早滚蛋。既然已经撕破脸，孟淑韵也不打算装了。哼，在这个侯府，还轮不到姓江的做主。哎，婶子，你这一把年纪了，火气不要那么大，气大伤身。你呀，且忍一忍，我取了你一只手呢，就走。你放心，我的刀很锋利的，不疼的啊。盛长欢依然嬉皮笑脸，随着一道寒光闪过，孟淑韵的手掌应声掉地。啊！孟淑韵痛苦哀嚎，右手手掌已经没了。看着孟淑韵毫无血色的死人脸，盛长欢不好意思的挠头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，婶子，
今日带的刀没有磨，钝了些。不过我这个人最是守信，说好取了手走就走。你呢，好好歇着，我走啦。哎，这年头像我这般体贴的人可不多喽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世子，盛长欢拿到东西，一路直奔回房。哈哈哈哈！8万两，我来了！这么快？看着那团渗出血迹的帕子，容颜想到了什么。世子，请验货。不错，正是孟淑韵的右手，那食指上还带着父亲送的镂空金镶玉指环呢。小白，容颜叫了一声，只见一只浑身黝黑的大黑狗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进来，一口吞了那只手掌。这明明是一只黑狗，叫人家小白合适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只黑狗毛发油亮，体型健硕，牙齿锋利，眼神凶狠，一看就被养得很好，还能处理赃物，这可是拦路抢劫的好手啊！怎么办？好想养啊！你不怕吗？啊，怕？小白那么可爱，哪里可怕了？嘿嘿，世子，我想……不，你不想。不，你不想。小白凶性大，不喜陌生人靠近。世子，你要是舍不得小白的话，那把小白的崽崽给我养也行。世子，我养狗很在行的，你就给我1只就满足了，要是2只，就更好了。既然得不到小白，那就培养小白的后代。世子，全天下最好的世子，如此高大威猛、善解人意、慷慨大方的世子，你一定不忍心拒绝我的，对吗？世子，你看你是给我养小白，还是养小黑呢？从不轻言放弃的盛长欢，小尾巴一样跟在容颜身后。容颜去净手，盛长欢跟着去；容颜去喝茶，盛长欢凑上前；容颜去如厕，盛长欢就守在门口。你，江洛清，你是女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哎呀，世子，我是世子妃。容颜这个纨绔，怎么比山寨的一些汉子还容易害羞啊？这样的人真的是进出花楼的常客吗？盛长欢上下打探着容颜，该不会进出花楼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不行吧？啊？你看什么？哎呀，世子，我懂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懂。容颜看着盛长欢脸上奇奇怪怪的笑容，更加不自在了。江洛清，你容颜气急败坏，怎会有如此大胆的女子？本世子行着呢。不过世子啊，你还年轻，万不可讳疾忌医啊！没想到民间传言的花花公子居然不行。够了，你笑得太大声了。容颜黑着脸，这个女人真是没脸没皮，一点都不矜持。世子妃，侯爷传您过去祠堂。你可有把握？世子放心，我可不做没把握的买卖。祠堂门口，盛长欢一只脚刚准备踏进去，一套装满烫茶水的茶杯迎面砸来。哎呀，公公，谁惹你生气了？您怎这般动怒？都说这气大伤身，您可不比世子年轻，可千万要保重身子啊！出口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淑韵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居然砍了她1只手！来人，上家法！我从小护着的妹妹江洛清这个外人，居然敢在侯府行凶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目中无人！啊，等等，公公，您这是说什么呀？什么叫我砍了孟婶的1只手？那么残忍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儿媳做的？公公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难道淑韵还会诬陷你不成？江洛清，当初本侯就不该答应让你进府，
以至于酿成今日的大祸。你恶语伤人在先，残忍伤人在后，桩桩件件罪不可赦。不可能！我明明在屋内歇息，怎会无缘无故的去伤了孟婶儿？再者，我不过一介弱女子，怎么可能做出伤人之事？公公，我知道您一直相信孟婶儿，也对我这个儿媳不满意，可您也不能冤枉我呀！盛长欢掐了大腿一把，眼泪在眼眶酝酿。哎呀，真疼啊！早知道不用那么大力了。侯爷，你不能因为偏心孟淑韵，就把罪名安在青儿身上。没错，爹爹，你已经为了那个女人打我，现在还要为那个女人污蔑嫂嫂。爹爹，你不要让女儿看不起你。你们糊涂！你们就算不相信淑韵，那淑韵院中的嬷嬷和丫鬟，还有府中的下人都看到江若清伤人了。你们清醒一点，不要被这个女人蛊惑了。从她入侯府，侯府就没有过安宁，这种祸害是万万不能继续留在侯府。今日谁来帮江若清求情都没用。公公，真的是我伤了孟婶吗？可我为何一点印象都没有？盛长欢装模作样擦拭眼泪。难道是我中邪，被药物迷惑了心智？盛长欢瞪大了眼睛，连退了几步，满是惊恐。侯爷，外面来了几个道长，说咱们府上有妖孽。世子他已经带着道长们到前院了。哎呀，不愧是我的龙凤胎哥哥，天生的默契来得刚刚好。胡闹！世子胡闹，你们也不阻止。侯爷，您还是去看看吧，那些道长可是青云观的道长，不是骗子。青云观的道长们个个功力高深，道长们都说府里有妖孽，那肯定有。哎呀，难怪最近府里不太平。走，随本侯去看看。荣松瑞一惊，竟然是青云观，难不成江陆清说中邪了，是真的？荣松瑞有些不安，顾不得孟诗韵的断手，加快脚步往前院子走。婆婆，姐儿，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世子，你且站远一些，刀剑无眼，不能伤了你。贴着假胡子，一袭青衣道袍的盛怀远，一副缥缈仙人的模样。熊熊燃烧的柴火上架着一口油锅，锅里正在烹煮着一把除妖降魔剑。道长，如何？我侯府的妖物可有把握除去？侯爷放心，我等以斩妖除魔为己任，既然发现有妖物在侯府，必定会竭尽全力除魔未到。不过侯府妖气浓重，少说也有2只妖物啊，眼下还需要找出那妖物的藏身之处。在找到妖物的巢穴前，侯府万万不可让外人进入，以免伤及无辜。看来跟本世子猜测的一样，这个青云观的道长就是夫人的后手。青云观的名号一抬出来，别说是父亲，就算是宫里的陛下和皇子们也不敢轻待。容颜很是好奇，明明夫人出嫁前只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千金，到底如何结识这青云观的道长的？他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那道长的眉眼竟跟夫人的眉眼有些相似。据我所知，江南江家可没有什么亲戚在青云观当道士啊。有趣，看来本世子的世子妃瞒着本世子不少事嘛。会武、贪财、骗人，每一样都跟书香世家的小姐相悖。江洛清，真的是江洛清吗？容颜眼睛停在了眼前人的身上。看来有必要好好查查我的世子妃了。侯爷，你府上的西院是何人居住？侯府的西院住着的是淑韵。难道侯府的妖物是淑韵？不，淑韵自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如同亲妹妹一般，
那么善解人意又温柔的淑韵，怎么可能是妖物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西院，对了，江洛清和妍儿住在南院，跟西院只有1墙之隔。江洛清才是那妖物，难怪自江洛清入府后，侯府就开始不太平。好啊，今日总算是找到罪魁祸首了。道长，是他，这个江家女就是害我侯府的妖物。道长，快收了她，此女不除，我侯府永无宁日。侯爷，你胡说！住在西院的分明是孟淑玉，你为了包庇她，居然敢诬陷我亲儿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爹爹，你太过分了！嫂嫂明明跟哥哥住在南院，你果然是被姓孟的妖物迷惑心智了。西院和南院天差地别，西院妖气森森，南院却金光朗照。整个侯府若是没有这道金光护着，恐怕早被那妖气吞噬。侯爷，您指认贵人为妖物，这是在质疑我的眼睛吗？妹妹说了，侯府有银子，但真正有银子的是侯夫人。想要拿到更多银子，当然得投其所好啊！哄得侯夫人开心，自然不会白跑一趟。父亲，您果然是老糊涂了。来人，把住在西院的人带过来。道长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淑韵她不敢跟儿子直视，荣松瑞转身找盛怀远说情。妖物，休得伤害侯爷！刷刷刷，荣松瑞几缕发丝落地。侯爷，刚刚多有得罪，实在是情况危急，再晚片刻，妖气就要入你身。无妨。侯爷，纵观侯府这么多人，你身上沾染的妖气是最重的，且这妖气不是10天半个月缠绕，而是经年累月。敢问侯爷，可有常去哪些地方，亦或是常和哪些人相处？哼，我早就说过，孟淑韵不是什么好人，可偏偏侯爷你顾及年少的情谊，还把她收留在侯府。爹爹，您不信我们，难道还不信道长的话吗？亏您之前处处护着她，她就是这般对待您的。可是淑韵她……父亲，难不成您想成为荣家的罪人？您要眼睁睁看着荣家几10年的门楣毁了不成？容颜冷声直视父亲，优柔寡断，毫无担当，这样的人根本撑不起侯府的未来。难怪那位把精力都放在了我的身上，哼，还真是可笑。这又何尝不是父债子偿呢？一边是义妹，一边是荣家的安危。荣松瑞唉声叹气，但到底没有阻止盛怀远一行人除妖。没了阻碍，盛怀远带着2位道长一路挥着剑，念念有词，朝西院走去，身后跟着一群瑟瑟发抖的荣家人。盛长欢左手拉着楚云，右手拉着荣锦，一拖二走得飞快。大胆！你们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我们夫人的院子！来人，把贼人赶出去！住口！道长们是来给侯府除妖的，岂是你们能辱骂的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！这些人呐，终日跟妖物在一起，身上必定沾染了妖气，不能让他们害了侯府的其他人。这么多年来，楚云第一次在西院有了当主母的感觉。青云观不愧是大有名观，等道长们把侯府的妖物和妖气清除干净之后，我一定亲自去青云观拜访主持，给青云观多捐香火。出去，都滚出去！瑞哥，连你也不信淑韵了吗？妖孽看剑！盛怀远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提起剑就往孟淑韵刺去。住手！只见一个年轻女娘搀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夫人进来。
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就可以收拾了孟淑玉。可惜了。看来这位就是侯府的老夫人了。这面相倒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这做事可不太厚道呀。要不然侯夫人在侯府的地位怎会连孟淑玉这个外人都不如？果然啊，婆媳矛盾自古就有。不过侯夫人现在是我的金主，谁跟侯夫人作对，就是跟我盛长欢作对。哎呀，好可怕呀！我离开不过1个月而已，再见面，我竟居然双手受伤，该死，都该死！道长，您之前说侯府不止1个妖物，如今找到1只大妖，那其他的妖物又在何处啊？哎呀，我们还年轻，这妖气入体还能撑，可是老夫人年纪大了，是万万不能有闪失的呀。道长，侯府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嘿嘿，怎么也要拔点毛再走啊？世子妃且退后，我这就去捉拿小妖。盛华院提剑直指林一眠。胡说八道！你们根本不是青云观的道长，你们这些骗子！我已经派人请了青云观的清流道长来，你们这些冒牌货伤我母亲，一个都别想跑！老大，你糊涂啊！淑韵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居然被几个假道士哄骗，还伤了淑韵，你太让为娘失望了。这几个道长是假的，可我明明亲眼看到道长施法了，怎会有假？娘，女儿不孝，是女儿回来晚了，让您受了这么多委屈。爹爹早逝，女儿就剩您一个血亲了。若您也出事了，女儿也不要活了。难道真的是我错把妖道当成真人了？女居士，我等是真是假，岂是你能定论？你当真以为清流那小子来了就能降住侯府的妖孽？虽说你体内的妖物已经被本道赶走，但是你妖气缠绕已久，若是不能及时清除，恐有损寿命和运气，还会牵连给亲近之人。哼，死到临头还装高人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妖物，一切都是你们这些骗子杜撰。你们就等着清流道长收你们吧。林一眠恨极，在清流道长到之前，谁也别想离开侯府。浮生无量天尊，小小蛮儿恶语狂出，必有口业犯事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公公婆婆，会不会是林姑娘弄错了？林姑娘对道长不敬，自己遭反噬事小，但是牵连了侯府，可就麻烦了呀。盛长欢趁机拱火，此时不拱火更待何时？哥哥已经铺好路，接下来就该他登场了。哼，若这几人是真的，我自请给青云观捐献1万两香火，青云观道长宽宏大量，定然不会迁怒。假的就是假的，不可能变真的。我时常去青云观上香，就从未见过这几人。1万两，怕是不妥吧？哎呀，难道林姑娘你的命就值1万两？就算1万两能帮你自己消灾，但是侯府这么多人又该如何？他们呀，可都是因为你被牵连的。老夫人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如从前，公公婆婆还未享受天伦之乐，还有这侯府上下这么多的下人，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，你怎敢让他们跟你涉险啊？啊，哥哥和其他兄弟的演出需要银子，道具需要银子，我这口水说干了也需要些茶水钱。少说也得要个7、8万两吧。你，林一眠瞪大了眼睛，明明是假道士惹的祸，怎么就变成我牵连其他人了？好一张利嘴！
难怪母亲都写信来，说这个江家女不简单。你想如何？林一眠对于这个抢走自己世子妃位置的女人很是不喜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这个碍眼又碍事的女人赶出侯府，世子妃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哎呀，林姑娘，不是我要如何，而是你要如何消除业障，避免牵连无辜。侯府这么多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如何，该由你来决定。诚然，你若是真的在乎老夫人他们的性命，就该拿出最大的诚意。多给些诚意又如何？左右这几个道士是假的，不管我开口多少银两，都不会真的给出去。既如此，那就大胆一些，10万两。若是我的错，10万两银子全当青云观的香火钱。林一眠大气开口。盛长欢挑眉，很好，他就喜欢这么自信又大方的主，比他估算的还多了2、3万两呢，赚了。哎呀，林姑娘果然有诚意，只不过万事需从心，不能做出超出自己能力和本分的事。若到时候林姑娘拿不出10万两，不仅有损你的清誉，就连侯府的脸面也会任人践踏。林姑娘切勿一时冲动，还请三思啊。区10万两而已，无需你操心。好，林姑娘果然是豪爽之人，无需他人帮衬，一人就能捐献10万两的香火钱，此等豪气，我等佩服。盛长欢毫不吝啬，给林一眠鼓掌叫好。这京城的有钱人就是多，呵呵。老夫人，侯爷，夫人，清流道长来了。清流道长就是这几个骗子，他们居然冒充青云观的道长，简直罪不可恕。道长还请快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见过清远师叔。清远师叔？清流道长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这人分明是骗子啊！女居士不可妄言，清远师叔乃我青云观住持的关门弟子，辈分和法力更在贫道之上。清远师叔常年云游四海，除妖卫道，寻常人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师叔。今日师叔出现在侯府，实属是侯府之幸啊。若是清远师叔都没有办法收服侯府的妖物，那贫道就更加无能为力了。清远道长刚刚多有得罪，老身糊涂，错心妄言。宁可得罪权贵，也不要得罪青云观。福生无量，除妖卫道乃青云观天职，老夫人不必介怀。只是侯府如今妖气冲天，还需尽早清除，不然恐给侯府带来霉运。林一眠这个冤大头，今天算是踢到狼窝了。呵呵。原本方整的符纸，却在香火的焚烧下，逐渐显露出了狐狸的图样。盛怀远联合其他几位道长，提着剑齐齐刺向狐狸。狐狸，居然是狐狸精！疏运他。老夫人，侯爷，侯府的妖孽已被击杀，但妖孽上身的女居士想要彻底消除身上的妖气，还需得做法。奈何我等法力已经消耗空，没办法帮这2位女居士除妖气了。至于侯府缠绕的妖气，怕是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了。清远道长，这里就属您的法力最高，您可一定要想想办法帮帮我们。这侯府上下100人口，可等着您救命呢。我们只想过些安稳的太平日子，不想被妖气和霉运缠身。道长，求您想想办法。往眼眶抹了点辣椒，盛长欢原本清澈的眼眸变红了。诸位，道长现在法力耗空，可有什么法子尽快恢复啊？我听说香火之力最是滋养。清远道长，此法可行否？唱戏讲究的是一唱一和，作为龙凤胎，盛长欢跟哥哥的默契更甚。此法
倒是可以一试。林姑娘，现在就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我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给的林一棉有些支支吾吾，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。林姑娘，你该不会是要赖账吧？你承诺之时，大家可都看着呢，你怎敢反悔？而且给香火银是为了让道长们恢复法力，帮助侯府，还有你和你的娘亲除妖气。难不成在你心中，整个侯府还有你娘亲的安危都抵不过10万两？你不待见我理解，可老夫人待你比亲孙女还好，侯爷更是把你当成亲生女儿，你居然为了一己私利，置他们的安危于不顾。侯府收留你们母女这么多年，这就是这般报答侯府的吗？林一棉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绵绵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绵绵，为了侯府，又为了你娘亲，你还是……荣松瑞虽然没有强制，但意思也很明显了。之前要不是这个女人，我也不会开口说捐香火银。现在又是这个女人故意挑拨我和侯府的关系，可恶！外祖母、舅舅，绵绵怎么会耍赖呢？只是绵绵身上没有这么多银子，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10万两。绵绵是想着这几日将一些珠宝首饰给当了，换成银票，再一并给青云观送去。别说没有10万两，就算真有，也不能给。可若是开口拒绝，我在侯府就没有立足之地，还会被老太太视为眼中钉。眼下只能用拖字诀了，还需等母亲醒来，再同母亲一起商议。无妨，金银珠宝也可，香火钱重在诚心，而不是形式。无论是现银还是他物，尽管拿来一试。我等需要一间安静的居室，待女居士筹集到10万两后，只管送来房间。但若是过了今日，恐怕10万两的香火也不够我等恢复法力，还请女居士务必今日筹集，福生无量天尊。林姑娘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你果然是守信之人。虎杖，带人去帮林姑娘把珠宝首饰搬去道长们的房间。管家，你也带些护院一起帮忙搬，此事一快不宜慢。你们！林一棉气急败坏跟上去，想要护住一些压箱底的宝贝。少当家，咱们这次发财了，嘿嘿，10万两呀！京城果然人傻钱多，以前给富户驱邪一次也就赚个2、3万两，这一次翻了几倍，爽啊！这次多亏了小当家给咱们通风报信，跟着小当家果然有肉吃。房间内，青云观的几个道士看着满房间的金银珠宝，眼睛都在冒着光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妹妹。我妹妹可是龙虎山的军师，妹妹指哪儿我们打哪儿，这么多年就没有一次失手的。演戏就要演到底，这几日你们都拘谨些，别露出破绽，谁要是坏了规矩，别怪我山规处置。不过只要兄弟们齐心，我保证大家都能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少当家的放心，兄弟们晓得怎么做。是啊，少当家，现在龙虎山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，这都是托了少当家和小当家的福，我们定会珍惜现在的好日子，日后还指望着几位当家带领龙虎山的兄弟们吃香喝辣的呢。2个时辰后，看来这10万香火钱果然起了作用，道长们的法力肯定恢复了，这一下侯府有救了。拿了银子自然要好好干活。盛怀远带着人绕着侯府，又是焚烧符纸，又是舞剑，卖力得很。侯府众人看得胆战心惊。
足足花了1个时辰，盛怀远一行人才停下来。老夫人，我等已将侯府的妖气除尽。至于孟居士和林居士，此2人须得如素，且在单独的房中抄写经文749天，才能散尽身上的妖气。至于侯府，因多年被妖气缠绕，侯府的气运已被吞噬一些。若想要恢复侯府的气运，还需做法7天。多谢道长不计前嫌帮我侯府。来人，快备好房间，让道长们好好歇息。青云道长大爱无私，果然是好人呀。趁着这7天，得好好伺候道长们，定要求得清源观的庇护，这可是别人万金都求不来的呢。真以为哥哥有那么好心，还要给侯府补回气运啊？都说侯府是金矿山了，这挖矿的人哪有挖一次就回的道理？当然是要长久的挖呀！嘿嘿。是夜，热闹了1天的侯府终于安静了下来。西院，娘，今日咱们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都怪那个江家女，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被老太太记恨，更不会白白丢了10万两。林一棉越想越气，娘，这10万两可是我这些年好不容易攒的金银，里面有娘亲的嫁妆，还有从侯爷侯夫人手中哄来的宝贝，现在都被抢走了。在侯府如鱼得水5、6年，现在姓江的一来就破坏了这一切，这姓江的才是邪门的妖物。绵绵，侯府的其他人不足为惧，这个江家女才是大患。可眼下她对容颜有冲喜的功劳，一时半会儿也赶不走她。既然暂时赶不走她，那就折断她的羽翼。娘，您的意思是？林一棉眼睛一亮，那江家女在侯府倚仗的不过是楚云和荣锦的偏爱。孟淑韵意有所指，林一棉眸中闪过阴冷。世子，你睡着了吗？2更天，盛长欢摇了摇躺在床榻上的容颜，见容颜没反应，盛长欢又用针扎了一下容颜的手，容颜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盛长欢打开门，带着守在门口的虎杖消失在黑夜中。吱的一声，随着关门声响起，原本昏睡的容颜睁开了眼睛。江洛清身上果然有秘密。轻手开门，容颜跟了上去。咚咚咚咚，东院客房房门被敲响，盛怀远打开了门。盛长欢确认身后没有人跟踪后，带着虎杖闪进去。藏在暗处的容颜目睹了这一切。江洛清，你到底是谁？青云观这些人绝不是寻常道士，你跟他们到底有何关系？你来侯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7天一到，盛怀远就带着人辞行了。多谢诸位道长帮我们侯府除妖护运，这些是侯府给青云观和诸位道长的香火钱，还请道长们不要嫌弃。待老身处理完府中之事，一定亲自到青云观请香，感谢道长们相助。还是妇人的银钱好赚呢，我下次还来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老夫人你会如愿的。妍儿，你如今已成亲，就收收心，等你父亲在朝中给你谋个差事，好好给侯府争些脸面。至于你的心腹刚过门，侯府的规矩还不懂，现在祖母回来了，祖母亲自来教心腹规矩。呵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容颜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，眼神看向盛长欢。他可以吗？毕竟老太太吃过的盐比孟淑韵吃过的米还要多，斗得过孟淑韵不一定斗得过老太太。唉，我连血都见过，还怕一个喜欢折腾晚辈的老太太？这也太小瞧我了吧。
不过容衍身为侯府世子，却担心我被侯府的老夫人欺负。看来老太太以前可没少欺负人啊。祖母放心，孙媳一定会跟你老人家好好的学规矩。盛长欢笑容灿烂，老太太手上的好东西肯定不少，既然是老太太主动招惹我，那可就不能怪我挥锄头了。老夫人内心不知为何有种被野物盯上的感觉。婆婆向来重规矩，可儿媳身体娇弱，哪里受得了她的教导？当年我入侯府的时候，可是被她教导了3个月的规矩。那3个月，楚云圆润的下巴都瘦成了尖下巴。好在怀了眼儿后，老太太才没有让她继续占规矩。她当年吃过的苦，不想让儿媳也经历一遍。祖母最喜欢教人规矩，我小时候膝盖都跪肿了，还经常被打手心，但我皮糙肉厚都习惯了。可嫂嫂在江南长大，细皮嫩肉的，初来京城，哪里受得了祖母的教导？心不在焉用过晚膳，如今挤在母亲的房中，挤得来回踱步。娘，该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帮嫂嫂？锦儿，要不我们给青儿缝制几双护膝吧？楚云思来想去，决定帮儿媳作弊。对啊，护膝。祖母最喜欢罚跪，若是给嫂嫂偷偷用护膝，肯定能少受很多罪。只有早点做好，嫂嫂才能少受罪。隔着一道帘子，荣锦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祖母不是好相与的，你明日小心些。世子，你是希望我赢，还是希望你祖母输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世子，要不要打个赌啊？若是我赢了，你就给我那么3、4万两银子；若是你祖母输了，你就给我5、6万两银子，如何？罢了，歇息吧，白担心了。世子，世子，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可就当你默认喽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！好人有好报，世子你一定会事事顺遂，万事称心的。好人有好报，世子你一定会事事顺遂，万事称心的。不管容颜答不答应下注，盛长欢单方面宣布赌约成立，他都想好了要怎么花这几万两银子了。这侯府果然是我的发财福地啊！那个江洛清放着有银子的世子妃不当，非要去跟穷书生喝白粥。哎呀，等野菜挖完就该知道后悔啦。生平第一次被人夸是好人，怕不是把本世子当成了散财好人吧？再等等吧，派出去的人已经查到了一些眉目，相信很快就能知道你身上的秘密了。伴着盛长欢的马屁声，容颜沉沉睡去。世子妃，时辰到了，该去东院学规矩了。啊，哪来的贱人饶我清梦，给我滚！看来本世子今日得出门斗斗蛐蛐儿，喝喝酒，再去猎几只野物消磨时间，让我的世子妃无后顾之忧，跟老太太学规矩。睡到日晒3竿，盛长欢才再一次醒来。虎杖，走，带你去老夫人那吃好吃的。虎杖，走，带你去老夫人那吃好吃的。嘿嘿，小姐，我帮您更衣。虎杖乐呵呵地伺候主子洗漱更衣。可惜呀，我在偏院睡得太熟了，错过了动手动脚的机会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这样的机会肯定少不了。跟着小当家有肉吃，有银子花，有架打，这才叫快活日子。祖母，孙媳来了。盛长欢亲热地凑到了老夫人面前。跪下。江洛清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。祖母，孙媳给您布菜，吃了这鸡头，鸿运要当头；吃了这鸡尾，顺风又顺水。祖母，您快吃啊，不然待会儿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
至于这不好吃的鸡腿啊、鸡翅啊，就让孙媳来帮您吃了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孙媳吃点苦没事的啊。你放肆！乡下人果然没规矩。都说江南文风盛，多才子淑女。哼，照我说，江南就是乡下，京城天子脚下才是贵人该住的地方。江洛清出身江南，就是个乡下人，如此粗鲁无礼之人，哪里配当侯府的世子妃？祖母，您生气了啊？我明白了，您是不是不喜欢吃鸡啊？没关系，孙媳给您夹其他的。盛长欢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。哎呀，老夫人单独的小厨房伙食就是好啊。砰！老夫人阴着脸掀翻了盛长欢夹的菜，其他伺候的下人吓得纷纷跪地。祖母，您怎么又生气了？您年纪大了，气坏身子可怎么办？您告诉我是谁惹您生气，孙媳一定好好帮您出出气。哎呀，祖母，喝茶消消气啊！老夫人一看到盛长欢嬉皮笑脸的模样，更加暴怒。哎呀，祖母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孙媳都把茶递到您嘴边了，您怎么还拿不稳啊？祖母，莫不是您身子虚手抖，以至于连茶杯都接不稳？祖母，还是换大夫来帮您调理下身子吧，切勿讳疾忌医呀！滚！今天之内，老夫人都不想再看到这个扫把星了。好嘞，祖母您好好歇着，记得让大夫来帮您瞧瞧身子啊。祖母，孙媳就先行告退了。吃饱喝足的盛长欢带着胡杖大摇大摆地离开。老夫人可真是大好人呐。咱们明天还来。岂有此理，倒反天罡！孙嬷嬷，明日带着家法去，说他敢忤逆你，直接家法伺候。是，一个冲喜来的赔钱货，也敢在侯府耍威风，活腻了。有老夫人在，那个姓江的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哼！嫂嫂，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。来人，快去请大夫，好好帮世子妃瞧瞧。婆婆、锦儿，我没事，不信的话你们看。好孩子，为难你了。这些银票你拿着，不够用的话一定要跟娘说。不能替儿媳分担老太太的折腾，楚云只能给银钱。谁让我没本事，只剩下这些金银俗物。嫂嫂，锦儿没用，帮不了你。这些金瓜子你拿着，打点祖母院中的人。还有这些护膝你也背着，以防祖母罚跪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盛长欢嘴巴都要合不拢了，把婆婆和小姑子送走。哎，世子，你回来啦？盛长欢鼻子吸了吸，不仅有酒气，还有脂粉气。明明不行，还要去花楼花银子，费自己证明。男人啊，这该死的好面子。你就不问问我今日去哪儿了？还有心情数银子，看来没有在祖母那里吃亏。不过本世子都消失一天了，这个江洛清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身为世子妃，难道就不担心我这个世子去寻花问柳，去跟狐朋狗友瞎混吗？世子今日去哪儿了？盛长欢头都没有抬，清点完银票还要整理金瓜子，忙着呢。罢了，又不是真夫妻，这个女人也不是真的江洛清，在不在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这种人，除了母亲和妹妹，没有人会在意我，更不会有人关心我。世子，案桌上有水晶龙凤糕，我特意从祖母那儿带回来的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你特意带回来的？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。
哎呀，世子快尝尝，要吃完啊。好，不错，祖母院中的东西的确好吃。世子，祖母年纪大了，有什么磕着碰着的也很正常吧？夫人说的是啊，祖母年纪大了，身子不比从前，我们这些当小辈的切记一切顺着祖母，不能让祖母讳疾忌医。盛长欢咧着嘴角，贱兮兮地笑着，跟虎杖对视了一眼，主仆俩笑得很奸诈。小姐，孙嬷嬷好像很失望的样子。他昨日被我踹，今日特意来报仇，没机会打我，当然失望了。哼，从小到大，我也就被我娘打过屁股，被我哥哥扭过耳朵，这个老东西算哪根葱，还想打我？我今日就让他看看我的厉害。真困啊，想打人解解困。这么想，也这么做了。盛长欢搓了下脸，对着手心吹了一口气。哎呀，有蚊子！啪！盛长欢一巴掌打在了孙嬷嬷没有肿的那半边脸。嬷嬷，我帮你把脸上的蚊子打掉了，不用特意谢我啊。果然啊，打了人就是不困了。下次要是还困，再继续打人。你江洛清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们小姐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？没规矩的东西！孙嬷嬷，以后记得唤我世子妃。祖母最是重规矩，你是祖母身边的老人了，说是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岂不是丢了祖母的脸面？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你若再犯，我定会帮祖母另寻一个称心的嬷嬷伺候。盛长欢居高临下，眼神睥睨。孙嬷嬷一怔，手心冒汗，后背也被震弯了。愣着做甚？还不速速前面带路！虎杖推了孙嬷嬷一把，额头冒出冷汗的孙嬷嬷一个字都不敢吭，弓着身带路。一同随行的小丫鬟们看到孙嬷嬷忍气吞声的模样，都惊呆了。难得见到孙嬷嬷这般隐忍，世子妃好厉害呀！祖母，孙喜来跟您学规矩了。身心舒坦的盛长欢笑盈盈进门，正在梳妆的老夫人手一抖：“祖母，孙喜会梳头，让孙喜来帮您梳吧。”看着那张梳妆台，上面满是金银宝石，盛长欢眼睛都亮了。哎呀，这个梳子可真不听话，居然梳断祖母这么多头发，害得祖母头顶都秃了。哼，坏梳子！祖母，孙喜帮您教训他。我养护了几十年的头发呀！盛长欢放下梳子，又在妆帘盒里挑挑拣拣。哎，这个玉簪莫不是假的，一摔就断。祖母，孙喜帮您找掌柜的算账。江洛清！出了老太太的院子，盛长欢都还能听到老太太的怒喊。哎，一把年纪了，气性还这般大，要不得啊！院落门口再一次看到盛长欢平安无恙出来，楚云和荣景的脸上带着兴奋，老太太那气性十足的怒喊在门口都听到了。好儿媳啊，你是如何脱身的？好嫂嫂，快教教我，如何从祖母手底下全身而退？一路回去，荣景和楚云都很是好奇。青儿，你，嫂嫂，你胆子真大，连祖母都敢戏耍。嫂嫂，你真是女中豪杰。听完秘诀，楚云和荣景笑得花枝乱颤，但很快两个人笑不出来了。糟了，老太太这回肯定要气病了。坏了，祖母要是被气病，肯定要让嫂嫂去市集的。啊，市集？盛长欢眼睛更亮了。谁说市集不好？市集可太好了，他喜欢给老太太市集。世子妃，老夫人感染了风寒，需要您去市集。孙嬷嬷放心，
本世子妃这就去给祖母侍疾。盛长欢搓着手心，手痒了，他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这旁人听到要给老夫人侍疾，都躲避不及，可世子妃倒好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，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。乡下来的女子果然愚不可及。孙嬷嬷，你先回去伺候祖母，待会儿本世子跟世子妃会去给祖母请安的。孙嬷嬷迟疑了一会儿，但对上容颜那双淡漠的眼睛，孙嬷嬷缩了缩脖子，先行离开了。世子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真的要去侍疾？祖母年纪是大，但身子骨比谁都好。世子啊，祖母年纪大，身边缺个知冷知热的人。作为孙媳，我去侍疾责无旁贷。盛长欢心都飘到老太太的院子了，要是老太太真的病了，他还不愿去呢。哎呀，本世子到底在担心什么呀？一个会武又嘴抹毒的人，怎么会白白受委屈呢？罢了，随他去玩吧，只要不闹出人命就行，大不了本世子小心些善后便是。走吧，我随你去见祖母。容颜越过盛长欢，走在了前面。嘿，世子，等等我！老夫人，世子和世子妃来了。在门口守着人的孙嬷嬷压下了兴奋，躺在床榻上的老夫人带着墨额，神情恹恹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哎呀，祖母，您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毛手毛脚，要你有何用？燕儿是男儿，内宅之事无需操心，让你媳妇儿留下来侍疾便可。祖母说的是，世子啊，你就快去忙吧，这里有我呢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祖母，你就放心吧。盛长欢拍着心口保证，容颜对比了一番，确认自家世子妃不会输之后，放心离开。扶我起来入厕。孙子都离开了，老夫人也不装了，心安理得开始折腾。祖母，孙媳来扶您了。嘿，他来了！咻的一下，盛长欢单手提起老夫人，不过几息的时间就把人提到了公桶上。砰！盛长欢直接放手，公桶的板子被老夫人做断，老夫人卡在了公桶里。哎呀，祖母，这公桶也太不结实了，害得您老人家沾了这一身的黄白之物。哎呀，孙嬷嬷，还不快来扶祖母她老人家起来？还有你们，快去烧热水，帮祖母沐浴。哦，对了，再让小厮送一个结实的公桶来，记住啊，一定要结实的，不然祖母再次掉进公桶，我以你们试问。盛长欢有条不紊安排着老夫人院中的奴仆做事，仿佛自己才是院落的主人一般。以孙嬷嬷为首的奴仆一个个敢怒不敢言。趁着孙嬷嬷等人忙着伺候老夫人，盛长欢在侯府到处闲逛。吩咐厨娘给老夫人炖药膳，毕竟掉进公桶，受到惊吓，得好好补补。再叫几个木匠进府，仔仔细细的给老夫人估几个新公桶备用。管家，多安排几个洒扫丫鬟，老夫人的院子臭气熏天，一定要好好打扫。贱人，该死！老夫人面色阴沉，恨不得将盛长欢千刀万剐。我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贱人，这个侯府我说了才算。小姐，您好缺德，我好喜欢。美滋滋的陪着盛长欢嗑瓜子的虎杖乐不可支。整个侯府除了侯爷和姓孟的那对母女，就属那个老太婆讨厌，活该。盛长欢嗑着瓜子，骄傲地昂着下巴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，他还没玩过瘾呢。小姐，咱们要不要准备一番？那个老太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呵呵，我还怕她不找我呢。等着吧，天黑之前，那个孙嬷嬷肯定还会再来的。老太太本可以请家法来惩罚她，但是掉进公桶这种丢脸的事，老太太自然不敢提。
世子妃，老夫人病情加重，您作为晚辈，当去祠堂抄经书，为老夫人祈福。还真被主子说中了。很好，这个老夫人这么执着着要教训我，我就喜欢这种越挫越勇的人，不然来几个脆皮还不够我折腾呢。啊，前面带路吧。盛长欢从软榻上起身，带着虎杖，两个人两手空空就准备走。孙嬷嬷眼皮颤了颤，若世子妃大吵大闹，还会让人觉得安心，可偏偏世子妃乖巧应和，却让人毛骨悚然。邪门儿，太邪门了！希望这一次能让世子妃吃些苦头，不然吃苦头的就是我们这些奴婢了。世子妃，门已落锁，您就在里面安心抄经书。您的孝心，老奴会禀报给老夫人的。一路提心吊胆，孙嬷嬷总算是把人送进了祠堂。老夫人说了，既然人吓不到世子妃，那就让祠堂的列祖列宗帮忙教训这个不敬长辈的东西。瞧不起谁呢？还真以为一把铜锁就能锁住我？唉，这老夫人还真是不长记性，我都能单手提起人，难道还会被这小小的铜锁难住？虎杖，困了，咱们先在这睡一觉，待天黑我带你去玩。祖母，醒醒，该喝药了。打晕守夜的丫鬟和嬷嬷，盛长欢蹲在老夫人床榻前，身后的虎杖还端着一碗黑漆漆冒着热气的东西。睡得正香的老夫人忽然被吵醒，正想呵斥，不料一睁开眼就看到了嬉皮笑脸的盛长欢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祖母，你应该好好的管管您院中的下人了，这一个个的偷睡懒觉，这孙媳进来了他们都不知道。好在孙媳是自家人，但若是有个歹人进来，祖母您可就危险啦。你不是在祠堂抄经书吗？祖母，祠堂黑灯瞎火的，您一定舍不得孙媳伤眼的。再说了，孙媳也是听大夫的话，督促您喝药而已。祖母，来，张口，孙媳为您喝药了。盛长欢捏着老夫人的下巴，从虎杖手中接过了那碗黑漆漆的药汁。祖母，生病就要喝药，喝了药才能好得快。不管老夫人如何挣扎，盛长欢把药汁一滴不剩都喂进了老夫人口中。祖母，你好好歇着，明晚孙媳还来给您喂药。盛长欢松开气得咬牙的老夫人，大摇大摆离开。虎杖临走前，把药碗塞到了晕倒的孙嬷嬷手上。孙嬷嬷，好好伺候老夫人，以后万不可偷懒了。世子，这是您要的消息。果然，本世子猜的没错，真正的江洛清跟着一个穷书生私奔了，眼下躲在江南一个小山村，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。而留在侯府的江洛清身份还没有查明，不过目前看来，此女除了贪财好斗、嘴毒、能吃以外，对母亲和妹妹倒没有什么威胁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若是让真正的江洛清嫁入侯府，别说保护母亲和妹妹了，就连自身都难保。可现在这个江洛清却是个妙人呢。去查青云观，还有龙虎山。夜深，该回府了。三更天，透过朦朦胧胧的月光，容眼看着那个朦胧的身影，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有些兴奋，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欣喜。好不容易到天亮，容眼才迷迷糊糊睡过去。世子，您被人揍了？睡到日晒三竿，容眼一睁开眼，就看到了盛长欢那张放大的脸。胡说，何人敢打本世子？唉，嘴硬的男人，不过又不是我的男人，管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，都与我无关。世子，母亲说了，待会儿去他院中用午膳。
容颜揉了揉脑袋，缓缓起身。盛长欢只觉得眼前一白。啊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啊！腹肌！盛长欢食指捂着眼睛，但手指缝却露出来。哎呦，真是看不出来啊！白斩鸡一样的容颜，居然有腹肌，身材还是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那种。哎呀，穿衣服的容颜看着像被酒色掏空的身子，可这衣裳半露的容颜，这身材却跟哥哥有的一拼啊！甚是诱人。你眼睛往哪看？切，真小气，不就多看了几眼而已嘛，又不会怀孕，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，切，扫兴。放下手指，移开眼睛，盛长欢有些遗憾。确认盛长欢不再偷看自己，容颜顶着发烫的脸，转身速速更衣。至于吗？我不就是多看了几眼而已，又没有动手动脚，装什么装？盛长欢撇了撇嘴，突然很想吹口哨，奈何现在的身份是世子妃，吹口哨不文雅。还是罢了。慢悠悠地跟在容颜身后，盛长欢往楚云的院子走。青儿，来，快坐。母亲让人做了你最喜欢的酱鸭、烤鹿、参鸡汤、八仙盘、炙羊肉。以后啊，你想吃什么，尽管跟母亲说啊。母亲，那青儿就不跟您客气了。有您这样的婆婆，是青儿的福分，多谢母亲。你嫁入侯府啊，是眼儿的福分。青儿啊，快多吃些，你这几日给老夫人侍疾啊，都瘦了。母亲，儿子喜欢的葫芦鸡呢？母亲，您偏心啊？这不是有参鸡汤吗？都是鸡肉，你将就着吃啊。母亲下回再让人给你做。罢了，很久没看到母亲这么开心了，我就不要在母亲高兴的时候扫兴了。盛长欢偷笑，这对母子还怪可爱的。母亲，怎么没看到锦儿啊？今日是锦儿好友的生辰，她去赴宴了。大嫂还真是喜欢这个江家女，什么好东西都往外送。哼，明明手上这么多银子，却不肯多给我们二房一些提己，果然自私自利。来打秋风的二房母女看到这一幕，眼睛都红了。娘，文康表哥是不是还未婚配？柔儿，咱们母女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二房主母孙慧心眼睛也闪着算计的光，母女俩默契改道，朝老夫人院中走去。祖母，您可得保重身子啊！才几日不见，您就瘦了，孙女都心疼坏了。是啊，母亲，您是侯府的老夫人，再大的事儿也没有您身子重要。我这身子怕是好不了了。哎，年纪大了，被人嫌弃了。老夫人叹了一口气，意有所指。多年主仆默契，孙嬷嬷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说了出来，唯独避开了老太太掉进公桶的丑事。母亲，那个江家女也太过分了，不敬长辈，简直无法无天。祖母要孙女说，江家女敢这般放肆，大伯母也有责任。大伯母没有管教好儿媳，害得您受罪，大伯母该罚。祖母，孙女有些担心，大伯母连儿媳都管教不好，那锦儿姐姐岂不也……荣家柔点到即止，老夫人眼神变得凌厉起来。唉，当年侯府遇难，多亏了楚君才熬过来。本想着把侯府交给他打理，可终究是商户之女，撑不起侯府的脸面，我才逼不得已撑着这把老骨头打理侯府。母亲，您一点都不老，儿媳还指望着您给柔儿寻一桩好婚事呢。不过侯府有那个江家女闯祸，大嫂又不顶用，母亲还是先帮锦儿寻一个好夫婿吧。
锦儿到底是侯府的血脉，母亲您一定要帮帮锦儿啊。这倒是，锦丫头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了。慧心，你可有合适人选？江家女敢在侯府胡作非为，不敬长辈，背后肯定有人出主意。哼，糟心货！孙女儿长大了，留不住了，那便嫁人吧。母亲，您问对人了。儿媳啊，有一个外甥，一表人才，年纪轻轻就考中了举人，就连书院的先生们都说他有状元之才。锦儿若是嫁过去，以后就是状元夫人了，咱们侯府呀，就缺个好姑爷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孙慧欣立马推荐了娘家人。慧心，挑个合适的日子，让她到侯府给老身瞧瞧。若是跟锦丫头看对眼了，老身就做主成全这一桩婚事。3日后，孙慧欣带着外甥孙文康到侯府了。正在跟母亲撒娇讨要一匹骏马的荣景都呆滞了。我有心上人了，我才不要嫁给二婶的外甥，哪怕那个人是未来的状元也不嫁。娘，我不嫁。我女儿的婚事凭什么由二房做主？就算是老夫人点头了，只要女儿不点头，我也不会让女儿嫁。有娘在，娘不会让你随便嫁人的。来人，去请世子和世子妃。楚云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让儿媳来坐镇。什么？老夫人让二房的外甥跟锦儿相看？我妹妹的婚事断然没有二房干涉的道理。世子，走。盛长欢二话不说，荣景可是他的小金主，小金主出事，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。母亲，这就是文康，您看看，跟锦儿甚是般配呀。不错，是个好孩子。正准备今日就把婚事给定下来，容衍的声音传进来了。既然此人这般好，二婶怎么不让柔儿妹妹嫁了？此人是孙家人，柔儿妹妹嫁过去，岂不是亲上加亲？二婶，改日不如撞日，您是柔儿妹妹的母亲，今日就替柔儿妹妹应了这门婚事吧。衍儿说的是哪里话？锦儿年纪比柔儿大，婚事自然要排在柔儿前面。再说了，文康相中的是锦儿，总不能让二婶强拆鸳鸯吧。衍儿，你放心，文康是个好孩子，锦儿嫁过去不会吃苦的。奇了怪了，我怎会怕一个纨绔晚辈？他相中锦儿，锦儿就必须要嫁吗？侄儿可是听说了，城东的瘸腿乞丐相中了柔儿妹妹。依二婶的话，柔儿妹妹是不是也要嫁给那个乞丐呢？孙慧欣气急败坏。衍儿，怎么跟你二婶说话的？你二婶儿也是为了锦丫头好，你不许胡闹。锦儿已经及笄，迟早要出嫁，难不成你要留着锦儿当老姑娘不成？依我看，文康这孩子不错，踏实勤奋，又有状元之才，配得上锦丫头。祖母，我若是不答应呢？婚姻大事自古有长辈做主，你说还认我这个祖母，锦丫头的婚事就由我做主。哎呀，这吵架也是有技巧的，不要被对方带偏了呀。祖母，您当然是世子和锦儿的祖母啊，这血脉关系是切不断的。只是祖母，锦儿是侯府千金，那孙文康给多少聘礼？咱们侯府的千金没有66万两白银，50个铺子，1000亩良田，10个庄子，锦儿是绝对不会下嫁的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盛长欢直接狮子大开口。放肆！你狮子大开口！祖母，是您说的，婚姻大事当由长辈决定做主。婚姻大事当由长辈决定做主。作为锦儿的嫂嫂，长嫂如母，我哪里放肆了？祖母，孙媳可都是听您的话呀。
难不成祖母您觉得侯府的千金配不上这些聘金？还是说祖母您也跟那些无知妇人一样，觉得女子是个赔钱货？哎呦，不会吧不会吧，祖母您不会这般没见识吧？解决了老的，接下来就到大的。还有你二婶，你口口声声地说那孙文康是良配，既是良配，怎连这区区的几十万两聘礼都出不起？这不是骗人吗？二婶啊，你的眼光不行啊。孙慧欣一口气堵在心口，差点没气晕。婚姻大事岂是能用银子衡量的？文康表哥虽说现在拿不出那么多聘金，但古话说得好，贤妻扶我青云志，我还贤妻万两金。锦儿姐姐嫁过去当贤内助，他日文康表哥高中，锦儿姐姐就是最大的功臣。此等情谊，不仅孙家会感谢锦儿姐姐，也会被大雍传颂。哼，终于有人能堵住江洛清那张讨人厌的嘴了。言外之意就是孙文康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了。就这么个穷酸货，你们还把他当成宝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男儿先成家再立业，成了家一切都会有了。再说了，都是亲戚，彼此间也会帮衬一二。洛清，你多心了。可恶，早知江家女如此难缠，当初就不该让此女给容颜冲喜，平白给自己添堵。没错，都是一家人，彼此帮衬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二婶，您可真是好人啊！虎杖，没听到二婶说的话吗？二婶说了要帮衬锦儿，你还不带人去二房院中搬东西？长者赐不可辞，咱们就不要跟二婶客气了。去。好嘞，奴婢这就去。虎杖乐呵呵地应着。还是小当家高啊！二房敢算计荣景小姐，小当家就让人搬空二房，让二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你们住手！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孙慧欣天都塌了，好处没捞到，却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不可以！当初从大伯母和荣景手中哄走了不少好东西，现在这些东西要还回去，让我颜面何存呢？以后还怎么在其他贵女面前出风头？江洛清欺人太甚。祖母，二婶都要帮衬锦儿，您作为锦儿的祖母，一定比二婶更疼锦儿的哦。孙媳这就替锦儿先行谢过您老人家了。世子，走，咱们去祖母院中搬东西。祖母年纪大了，这些小事当由我们晚辈代劳。夫人说的是。容颜嘴角微扬，有一种夫贫妻贵的感觉。住手！拦住他们！多少年了，真是苍天有眼，派了这么一位好儿媳来救我于水火。还好有嫂嫂在，要是让我和母亲跟这些人吵，恐怕今日我不嫁也得嫁了。嫂嫂对我的好我记住了，以后一定好好孝顺嫂嫂。娘，小孙子，今日之事，本世子妃不希望有他人知晓。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不管是不是你泄密，本世子妃都会算在你头上。